终于等到你了，吾乃苍龙，镇守此处龙脉1000年，却遭受奸人暗算，将吾封印于此，还夺走吾的金木水火土5颗本源龙珠，散落各地。需要你帮吾找到5行龙珠，吾才能破风而出。前辈啊，我只是一个失业青年，我连自己的生活困境我都没法解决，我还……小伙子，只要你帮我寻回5行龙珠，每寻回1珠，你便获无一项神通，凭此能力发财致富不成问题，甚至还能让你化身成龙。为了能让你找回5行龙珠，吾先赐予你龙瞳之力。龙瞳之力？那是什么神通啊？此龙瞳可观宝气、地气、邪气，还能帮你探寻地脉宝藏。龙瞳还能寻宝，太好了，说不定真的能让我找到不少宝贝呢。如此一来，我卖掉宝物就能赚到很多钱了，真是因祸得福啊！我既然拥有龙瞳，还能观测到宝气，接下来就用这龙瞳找到宝物的气息吧。苍龙前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5行龙珠的。好，吾现在能感受到木灵珠就在青龙山，那你就先去寻找散落的第1颗龙珠吧。吾将分出1缕龙魂附于如身，诸如感知龙珠的方向。当然，寻珠之路也是你寻宝的路途，世间宝物多与龙气相伴。现在，吾就送你上去。有了苍龙前辈的龙瞳之力，寻找5行龙珠就容易了一些，还能寻到宝物，一举两得。接下来就去寻找第1颗龙珠吧。苍龙前辈说过，宝物多与龙气相伴，这宝物会不会就在木龙珠附近？我现在能感觉到一股龙气就在不远处，看来这木龙珠就在这峡谷内。这竟然是一种珍稀的草药——青灵草，看来这木龙珠就在这附近了。这木龙珠竟然在青石里，不错，看来这木龙珠和宝物都找到了。这山谷中竟有如此凶兽，莫非是木龙珠的守护者？好快的速度！只能赌一把了。成功了！刚才那一瞬间，我的动作怎么这么快？力量远超平时。是苍龙，一定是苍龙赋予的能力增强了我的体质。终于找到木龙珠了。对了，苍龙前辈说过，我每寻回1颗龙珠，便能获得一件他留下的神通。这龙鳞甲，一定就是苍龙前辈送我的神通宝物。以后有了这龙鳞甲，就算遇到再强大的守护兽，也不用害怕了。这青灵草品质不错，灵气充足，也是蕴含着强大的能量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这次寻珠收获颇丰啊！现在就去草药店把这颗青灵草卖掉。老板，你们这儿收青灵草吗？收啊，先生，您的青冥草拿出来我看看。打算卖多少钱？20万吧，你看着给就行。先生，您这就是普通的野草，还想以次充好？真拿我们苏家草药店当冤大头啊！拿着你的草药滚蛋！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们苏家草药店
就这样店大欺客的吗？另外，把我的青灵草捡起来。哼，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赶紧滚蛋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啊！把你们老板叫出来！你有什么资格见我们老板？赶紧滚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赵浩，你就是这样对待我们店客户的？老板，这个人拿着一株普通的草药，还充当青灵草，一张嘴就是10-20万，我看他是想钱想疯了。闭嘴！有眼无珠的东西，这可是珍稀的青灵草，差点被你这个不识货的东西给毁了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是我没管好下属。你是玲珑？你是苏妍？没想到在这里竟然遇到了高中的校花苏妍，她竟然是这家草药店的老板，太意外了。是我，老同学，没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再见面。是啊，这草药店是你开的呀？你现在好厉害，还是个草药店的老板是吗？你也太有本事了。玲珑，你先稍等一下，给我同学道歉。老板，这位先生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被开除了，收拾你的东西，赶紧离开我这里。不是，老板，离开。玲珑，这青灵草是难得一见的珍稀草药，而且充满着灵气，是能延年益寿的最佳草药。你是在哪里找到的？苏妍，你真是好眼光，一眼就看出了这青灵草的药用价值。这是我在青龙山脉找到的。确实是啊，这种天才异宝必定是在山上才能找到。玲珑，你这青灵草我花25万买了。25万？我刚在网上搜了一下，最高一个才给价20万，没想到老同学这么爽快。好，那就按你说的来，我们是老同学了嘛。玲珑，以后再遇到这种好东西，记得卖给我。那我现在就把钱转给你。好。银行卡收款25万元。玲珑，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，要不要加个联系方式，随时联系？好啊。来，我扫你。老同学，那我先走了。这一株青灵草就让我赚了25万，不错，是个不错的开始。苍龙前辈，不要着急，我现在就去帮你寻找下一颗龙珠。与苍龙前辈的木灵珠融合以后，我对这五行之力的感知也多了许多。我现在能清晰地感应到，这土灵珠便在这洞穴的深处。你好，小兄弟，请问这里是青龙洞吗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来探险的。这段时间已经探险了不少山川河流，这青龙洞将是我们探险的第100个地方。这两人看起来就不是探险的，反而像是来盗墓的。青龙洞一直就有传言，这里面有古代将军墓。况且我也是来寻找龙珠以及半生宝物的，为了避免跟他们起冲突，只有将他们撵走。这里没有什么青龙洞，这什么都没有，你们赶紧走吧。哎，小子，我们只是问个路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最好老实告诉我们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你干什么？把刀收起来！我们是来探险的，不是来找事的。不好意思，小兄弟，我队友脾气有些冲动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那既然这里不是青龙洞，我们就先走了。看来要警惕这两人了，他们没有找到宝物是不会轻易离开的。我把土灵珠以及半生宝物找到，要是被他们得逞了，我就亏大了。江队长，我看那小子一定没说实话，不如我揍他一顿，他什么都交代了。我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们是来寻古墓的，不是来惹是生非的。既然那小子也是来寻宝的，我们就在洞口守株待兔，等他把宝物拿出来，我们抢来便是了。毕竟山洞里有那么多未知的危险，让他替我们解决就是了。江队长高啊！看来有不少人来寻宝，都死在了这里。那我得小心一些了。这土灵珠居然藏在这石棺内，现在还是先打开棺材盖，把土灵珠拿到手。双头蛇守护兽，现在就来试试这龙鳞甲威力吧！龙鳞甲，现！孽畜！
去死吧！真不愧是苍龙前辈给的神通，这一下子就把这双头蛇给打死了。终于得到第2颗土灵珠了。真不愧是土龙珠，我现在浑身充满着磅礴的力量。这是土灵宝玉，看来苍龙前辈说的没错，只要有龙珠所在的地方，便是宝物出没的地方。这土灵宝玉蕴含的土灵气那么精纯，估计能卖不少钱。小兄弟，谢谢你把宝物从青龙洞带出来，辛苦你了。你们这2个盗墓贼还真是贼心不死，这里没什么宝物，赶紧给我滚！这小子是怎么知道我们是盗墓贼的？就算他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他得到的宝物我们抢定了。小子，我们能看上你的宝物是你的荣幸，识相的就把宝物交出来，不然你免不了受皮肉之苦。我说了这里没什么宝贝，赶紧从我面前离开，否则受伤的一定会是你们。你哪来的底气？我们可是有武力值傍身的，就你还想动我？你小子武力值怎么这么高？我的身份你还不配知道，现在马上从我面前离开，不要再让我看见你们。滚！想不到这小子武力这么强，我们这是碰到了硬茬子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再敢多问，我就把你们2个人全都废掉！你们快走！哼，真是不自量力，就这点水平也敢来抢劫。不过今天多亏了苍龙前辈给的龙鳞甲，不然今夜肯定是凶多吉少了。先给苏颜打个电话吧，看看他收不收土灵宝玉吧。苏颜，我在山里又寻到了一个好东西，你方便看看吗？方便，你把东西直接拿到我店里，我等你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妍妍，治疗伯父心脏的龙血果是我花费200万拍卖到的，你拿去给伯父治病吧。刘坤，我爸的病情不用你操心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的。妍妍，我那么喜欢你，你为什么不接受我？玲珑，你来啦。难怪妍妍不肯接受我，原来她已经找到了一个小白脸，真是可恶。本以为苏颜是什么纯洁少女呢，谁知道她玩得这么花。苏颜，这谁啊？不用管他，他在追求我，但我已经明确拒绝了。这个家伙没安好心啊，竟然拿一个邪物送给苏颜，这不是害人吗？你就拿这样的坏果子来追求苏颜啊？你的良心太坏了。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玲珑，这是刘坤花200万买来的龙血果，打算给我爸治病的，不过我没要。幸亏你没要，不然你爸就危险了。啊？玲珑，你是说这龙血果有问题？对，这龙血果的表层被一层邪气笼罩，人吃了必死无疑。刘坤，我说你怎么那么好心送给我爸那么贵重的龙血果，没想到你是想害死我爸呀！你到底是何居心？小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害人？再说，这可是我花费200万买来的，你要是不会说话，就把嘴闭上。你不信啊？啊？刘坤，没想到就因为我拒绝你的求婚，你就想要害死我爸！拿着你的东西离开我的店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妍妍，我不知道这果子有问题，你听我解释啊！都是因为你诬陷我，你这是找死！我现在就废了你！刘坤，给我放开，不然我就报警了！放手！好，小子，我记住你了。你让我失去了苏颜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！玲珑，你以后小心一点，他眼里容不得沙子，是睚眦必报的人。没事，其实你刚才也不用那么紧张的。
他拿我没办法，我不怕他。总之，小心一点总是好的。对了，你刚才电话里说的好东西是什么？哦，是宝玉，玉质圆润，摸起来冰冰凉凉的，非常舒服，是块难得的好玉。不过，以我的眼力，实在不敢妄下定论。我认识一位喜欢收藏玉石的大人物，要不我帮你引荐一下？好啊，那就麻烦你引荐一下了。那我们现在去找他。走。秦老，爷爷，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了？秦老，我这次来是有个宝物想让你看一下。哦，什么宝物啊？林龙，秦老可是政商两界的大佬，还是玉石专家，你把你的灵玉拿出来让他看一下。秦老，给你。这是土灵宝玉，玉质温润，内含宝光，是个延年益寿的宝玉。这种玉是吸收了附近山脉中的灵气，形成了这纯天然的宝玉。小兄弟啊，你这玉是从哪里得来的？秦老真是好眼光啊，一眼就看出这玉的来历。这玉呢，是我在青龙山洞里得到的。你也知道，这种天才异宝，我想得到，那是很危险的。确实是，要想得到天才异宝，必定会遇到一些危险。我看这灵玉价值不菲，小兄弟，如果愿意割爱，我可以出价50万购买。不知道你想不想卖？50万？没想到这块灵玉居然能卖50万，太好了！以后我要是能找齐5行龙珠，那我岂不是成为千万富豪了？好。既然秦老您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相当于跟您交个朋友，50万就50万吧。小兄弟果然爽快，以后你若是还有这样的好东西，都可以卖给我，我现在就把钱转给你。秦老，我知道你对天才异宝感兴趣，这不，我特意给您带来了一株冰晶雪莲，是我在雪山中采集到的，您看它能值多少钱？这冰晶雪莲起码有30年的年份，品质还不错。这花瓣如羊脂玉般细腻，上面附带着冰雪，透着七彩红晕，是治疗血管疾病的良药。我给你200万。秦东海这老家伙还真好骗。这是什么动静？是谁在说话？这冰晶雪莲就是用普通雪莲干经过特殊的结晶液浸泡，在低温急冻做出来的，一转手就卖了200万。那我以后岂不要靠着这个老家伙发家？这声音是来自陈光明的，我竟然能听到他的心声了。看来是苍龙前辈赋予了我新的能力——龙耳。有了这龙耳之力，我就能听到万物之声，能聆听天地灵气之间的波动了。原来这家伙使用了化学结晶液，难怪如此真假难辨，就连秦老这个专家都打眼了。但是在我龙头面前无所遁形，秦老为人厚道，绝不能让他上这个当。好，我现在给你转账。来，秦老，这株冰晶雪莲不能买。小兄弟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陈先生，你这冰晶雪莲确实不错。那是自然，这是我特意从昆仑山上采来的。尤其是这花瓣，这怎么底部还残留着作假用的粉末呢？难道这种工业原料也是昆仑山的东西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做的那么隐秘，可他连结晶粉末都看到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你血口喷人！什么结晶，什么粉末？你在胡说什么？胡说！用放大镜一看就能看到，这花瓣的底部可还残留着粉末呢。陈先生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承认吗？陈光明，为了骗老夫的钱，你还真是不择手段。秦老，都是我鬼迷心窍，这雪莲确实是我用药水泡的，希望你给我个机会。都是我被诛药蒙了心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希望您老能原谅我。陈光明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连我都骗！现在拿着你的东西滚出我家！我这就滚！小兄弟，今天多亏了你的火眼金睛啊，要不然老夫可亏大了。以后有用得着老夫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林龙，你这手本事藏得够深啊，真叫我开眼了，太厉害了。素颜，不要这么夸我，我只是观察的仔细了一些。秦老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好，那你们路上小心，注意安全。素颜，今天谢谢你带我认识了秦老，还让我赚了不少钱。林龙，
不用这么客气，你能赚这些钱，完全是凭你自己的本事赚的。我只是给你介绍个渠道而已。不过你今天的表现确实是令我刮目相看。过去的事就不提了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你去休息吧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。林龙，真是个有本事的男人。我的心跳怎么这么快？难不成我喜欢上他了？刘坤，你要干嘛呀？小子，哼，都是因为你，老子才会被苏颜厌烦，都是你败坏了我的好事儿。今天不让你吃点苦头，我就咽不下这口恶气。就凭你一个人，还想教训我？你这是自讨苦吃。哼，小子，你还挺狂啊！来人，给我把他废了！我看你狂到什么时候！上，动手！小子，这就是你招惹我的下场。我这个人可是睚眦必报的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带来这几个打手，身手都不错，可他们连这小子的边都没靠近，就被他打倒在地了。你想要对我做什么？你想废了我，可惜啊，你带的人也太废物了。现在我要废了你！兄弟，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嘛。我有眼无珠，不知道兄弟这么厉害。这样，咱们以后以兄弟相称，怎么样？你想什么呢？我怎么会和你这种地痞流氓称兄道弟呢？你还不配！现在我就废掉你！大哥，这样我给你转50万，你放过我，怎么样？50万，行，那勉强够我饶恕你。钱转过去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离开了？以后啊，你再敢招惹我，那就别怪我杀了你！滚！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还是找个酒店休息一晚，明天继续去寻找5星龙珠。我能感觉到这黑龙潭中有水龙珠，看来有必要下去探寻一番了。借着龙瞳就能避开很多的障碍，寻找水龙珠更有利。我现在感觉到水龙珠的灵气更加浓郁了，估计就在前方。这就是水龙珠，看起来很漂亮啊！还有这块寒玉灵晶，就是半生宝物了。这次潜入到黑龙潭，收获颇丰啊！想要得到宝物和水龙珠，那就是要将眼前这条巨蟒打败或者杀死。看来只有动用龙鳞甲了。这龙鳞甲实在是强悍，一拳就解决了巨蟒，这下可以安全的将水龙珠和宝物收入囊中了。水龙珠入体，让我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，而且这寒玉灵晶是个天才异宝，估计能卖不少钱，还是先离开水中吧。不愧是龙鳞甲，让我在水底也能行动自如，甚至连衣服都没有湿。这是苍龙前辈的第3个能力，龙气。龙气可以净化污秽，去除邪气。那我以后就可以利用龙气来赚大钱了。不错，现在还是先去找苏颜，把这寒玉灵晶给卖掉。林龙，你怎么过来了？秦老也在这儿啊。苏颜，我今天又找到一个宝物，拿到你这里是想找个买家卖个高价。林兄弟，不知你找到了什么宝物啊？让老夫看一看。哦，你这块寒玉品质太惊艳了，我经手过不少玉石药材，而这块灵气如此充沛，绝对是极品。秦老，您看呢？林兄弟啊，你的这块寒玉灵晶至阴至寒，寻常人只知其能滋养身体，延年益寿，但依老夫看，这寒玉灵晶能够镇魂安神，涤荡邪祟。若只是当
奇珍异宝售卖，无疑是卖椟还珠，埋没了它的灵性和真正的用途。那秦老，您的意思是？我有一个朋友是地产大亨孙文康，为人仗义。他老婆1个月前回乡祭祖，结果昏迷不醒，身体忽冷忽热。他去了很多大医院，找了很多的专家神医，都治不好。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邪气入体，你的这块寒玉灵晶或许能够对症。你若是凭借此物，或者靠着自身本事帮他老婆去除邪气，他必定会重金感谢你的，而且你还得到了他的人情，这都是金钱难以衡量的。承蒙秦老看着，晚辈感激不尽。那还请秦老去联系一下宋老板，我愿意试。好。文康，我找到了寒玉灵晶，可能能去除你老婆身上的邪气。我现在就带寒玉灵晶的主人林兄弟马上过去。那太好了，秦老，若是那个林兄弟的宝物能去除我老婆身上的邪气，要多少钱我都给。你们赶紧过来吧，我在家等着你们。好，我们马上过去。林兄弟，我们走吧。林龙，您和秦老先过去吧，我这店里还离不开人。好，请。哎呦，秦老，你们终于来了，我这心里太焦急了。你们先坐，我给你们倒点茶水喝。王康，放宽心，你老婆贵人自有天相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这边请。秦老，这位就是你说的林兄弟吧？没错，林兄弟得到了一块寒玉灵晶，说不定会对你老婆的邪气有用。而且林兄弟眼光毒辣，前不久帮我识破了一场骗局，你老婆身上的邪气，林兄弟一定能去除的。林兄弟，这是真的？那就辛苦林兄弟了。走吧，宋老板，我们先去看看夫人的情况。林兄弟，若你真能去除我老婆身上的邪气，我必定重金感谢。林兄弟，这边请。这边。林兄弟，我夫人身上的邪气能去除吗？孙老板，你别着急，你夫人身上的邪气我能去除，那就麻烦林兄弟了。文康，我就说嘛，林兄弟是有大神通的人，你老婆身上的邪气一定能去除的。现在你可以放宽心了吧？多谢秦老给我介绍这么厉害的林兄弟，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文康，我们先退到一边，不要打扰林兄弟。好。老婆，你终于醒了！你昏迷这段时间可把我吓坏了。老公，对不起，害你为我担心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林兄弟真是神人呀！文康，你们夫妻俩是有大福气的人，能遇到林兄弟真是万幸。林兄弟，不，林大师，你真是神人呐！今天要不是你出手相救，我夫人她此番大恩大德，我孙某人没齿难忘。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，请受我一拜。孙老板，您这样我承受不了啊。是，林大师，我现在给你转300万啊，不，500万，请您务必收下。哎呀，孙老板，这太多了，和我夫人的命相比，这点钱算什么呢？您要是不收，就是看不起我孙文康。好吧，那我收下。孙老板，我这儿呢有一块寒玉灵晶，有安神固魂之效，可以让你的夫人身体好转，同时也可以净化一些脏东西。那这块你就收下吧。这寒玉灵晶可是宝物，就这样给我，我受之有愧啊！这样吧，我200万买了，要不然我不能收啊！孙老板，你这实在是太多了。林兄弟，收下吧，这也是他现在唯一能表达心意的方式了。好。林兄弟身怀如此神通，今后必定不是池中之物，注定会潜龙腾飞的。林大师，以后用得到我孙某人的地方，您尽管开口。从今往后，你林大师的事儿就是我孙文康的事儿，有任何需要，我绝不推辞。这次我不仅靠着宝物寒玉灵晶赚了不少钱，还得到了大人物孙文康的赏识和感激，真是赚大发了。事不宜迟，我要赶紧去找剩下的龙珠和宝物，积攒更多资本。孙老板，要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林龙，救我！苏颜，怎么了？林龙，苏
苏颜在我手上，想要救他就来黑虎赌场，我只给你10分钟，来晚了就给苏颜收尸吧。你要是敢动，天涯海角都不会放过你。孙老板，秦老，我这边还有些急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林大师，我好像在电话里听到了苏颜小姐的声音，她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你是我的大恩人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林兄弟啊，到底遇到什么事情？在云城，我和文康的人脉绝对能帮你解决这事的。孙老板，秦老，对方明显是冲我来的，我能解决的，就不让二位牵扯其中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告辞。秦老，我们要不要出手？毕竟林大师一人，遇到这样的危险，我担心他一个人处理不了。文康，你找几个身手好的，我们跟在他的身后，万一林兄弟遇到解决不了的危险，我们再动手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刘坤，你真让人鄙视。哼，别的本事没有，只会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。你以为你绑架了我就能拿捏住玲珑了吗？你还没那个能耐。苏颜，你情愿选择一个小白脸，也不选择我。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是怎么把他踩在脚下的。哼，说不定被踩在脚下的那个人是你。没关系，你就嘴硬吧。我要你亲眼看着我是怎么一点一点的把他给废掉的。刘坤，把苏颜给我放开！你有本事冲我来啊！欺负一个女人，你算什么本事啊？林龙，你小子真就为了一个女人敢来送死啊？说吧，你想如何？林龙，你我之间的恩怨，今天我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那你想怎么讨回来啊？哼，跟我赌3局，扑克头子任何玩法都随你。3局你要是都赢了，我放人，给你磕头道歉，包括这赌场在内。所有的资产全部赔给你，但是你要是输了，若是你输1场，我就废掉你的1条腿；输2局，我就卸掉你的胳膊。要是3局全都输，他跟你都得给我死在这儿！小子跟我玩赌，老子玩死你！我可是云城最厉害的赌王。好，我跟你赌。玲珑，你不要跟他赌。他可是云城最厉害的赌王，你玩不过他的，不要救我了，你快走吧，我很怕你被他废了。爷爷，你不要担心，我能解决。再者说，今日我和他的恩怨必须要解决，我一定会让他输得倾家荡产，连裤衩都不剩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，爷爷，我会赢的。既然玲珑都这么说了，说明他有底气，或许真的能打败刘坤呢。刘坤，那要是你输了呢？哼，笑话，我会输？我要输1局。我会给你200万，可以，不过我需要先验牌、验头子。哼，林老板，请验。啊？牌我验完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我的天，这是什么操作？扑克还可以这么验？我玩了这么多年的牌了，从未见过这么神色的验牌手段，太厉害了！玩的花里胡哨的，就是不知道赌术怎么样。原来玲珑的赌术这么厉害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小子，玩的这么花有什么用？你没有那么厉害的赌术，你也是输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林龙，该你洗牌了。不用了，我们直接抽牌就行了。小子，老子那可是云城赌王，手法早就出神入化，牌我已经做好了手脚，你输定了。你以为我什么都不会？但是我有龙瞳，可以看穿你的一切手法，让其无所遁形。我现在只需要把你做记号的牌抽出来，我看你怎么赢。你远来是客，你先抽。好，那就我先抽。秦冷，林大师跟人赌起来了，我们要出手吗？不用着急，先静观其变，等林兄弟遇到危险，我们再出手也不迟。现在我们先看他们玩牌。好。
听钱老的安排。到你了。催什么？不能让人想想啊！好。可恶，我的最大牌黑桃 A 被这个小子拿走了。哼，妈的，是张小瘪三！我们都抽到牌了，打开吧。哼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的牌比你大。你出老千！牌是你的，也是你洗的牌，我只不过随便抽了一张，我怎么就出老千了？在场这么多人都看着呢，别输不起吧？输不起还玩什么赌啊？连牌都没碰，怎么可能出千啊？你拿人桌脏，作奸捉双，你说的出千，你要拿出证据啊！就是，没有证据就说人，看来是玩不起啊！这人毒品不行，不就是200万吗？我输得起。哼，我转给你就是了。玲珑，你的赌术完全碾压他，看他还有什么脸面得瑟嚣张。贱人，给我闭嘴！都怪你在这逼逼赖赖，再废话，我撕烂你的嘴！钱老，真没想到林大师在赌术界也这么厉害。我也是头一次见，确实让我们很惊艳。第2局咱们玩骰子，猜点数的总和，猜对了就赢。小子，玩骰子那可是老子的拿手绝活，你以为我这200万赢了这么容易吗？接下来我会废掉你的腿或胳膊，等着吧，不会让你活得这么滋润的。来吧，咱们谁先开始啊？哼，我先来。混蛋，这次我看你怎么猜中点数。说吧，点数以及总和是多少？点数是5点、3点、4点、4点、5点，总计21点。哼，21点？你说错了，没人能看透我摇的点数和总和。那你要不信的话，你不妨打开头中，让大伙儿都看看。看这家伙自信满满、胸有成竹的，难道他能看透这点数和总和？这不可能的！我可是很厉害的骰子高手，没人能猜出来的。哼，我的天，这也太厉害了！5个骰子叠一起，还都能猜出来点数和总和，难不成他是隐士的赌神？太不可思议了，这眼力神了！就这难度，就算是赌神来了，也不一定能完全猜出点数。这家伙太厉害了。第2局你又输了，你这玩法没什么意思，而且你的赌术也太臭了。小子，你得意什么？还有1局呢，我的终极大招还没有放出来呢。林大师居然在5个骰子叠在一起的情况下猜中点数和总和，这赌术也太强了。文康，你说的对，这也是我平生仅见。看样子他的能力确实强到无法想象啊！少他妈废话，先转钱200万。哼，玲珑，赢得好，看他那吃瘪的样子，真丑。再废话，把你嘴打烂！刘坤，等我3局都赢了你，你对素颜的伤害，我会连本带利还给你。刘坤，第3局想玩什么？我奉陪到底。小子，第3局还玩牌？不过这把规矩变了，4副牌投到空中就拿黑桃 A， 其他的一概算输。玲珑，这次我看你怎么赢！这空中举 A 可是我最擅长的玩法，你的命老子要定了！这最后1局，我跟你赌命！玲珑，你不要跟他赌命，不要！素颜没事的，我能搞定的。刘坤啊，既然你想赌命，没问题啊，我跟你赌。钱老，要想在4副牌216张牌中抽取4张黑桃 A， 这难度也太大了。这考验的不仅是超强的眼力，还有极快的反应能力，而且他们玩的也太大了，都要赌命。我们要不要插手？文康，你不用担心，
你看林兄弟那坚定的眼神，我们应该相信他能搞定的。我们只需要在一旁看着就是了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会儿。谁先来啊？咱们两个一起去，再拆4副牌，快速拆开洗开了。好的，老板。刘坤，开始吧，我会让你输的连命都没有。这两人出手速度都挺快的，就是不知道谁先能拿到4张黑桃 A。我觉得吧，刘老板应该可能性大，毕竟他才是赌场赌王。我相信林龙能拿到4张 A， 刚才他那神乎其技的眼力，完全征服了我。开吧，别浪费时间。刘坤，你输了，一副牌里不可能有超过4张黑桃 A。这不可能，我可是赌王，怎么可能3局都输给你？一定是你提前把牌藏袖子里了。去给我把第1副扒了，搜！住手！看你们谁敢搜林兄弟的身！秦老、孙老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林兄弟，我们怕你危险，所以我们带着人过来。林大师，你别怕，有我们在，他不敢动你。秦老、孙老板，这小子出千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维护公平，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件事。出千？你当我们俩眼瞎？看不出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刘坤，我告诉你，你们比赌，真当我们看不出来怎么回事吗？秦老，那你也不能包庇他，这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恩怨。秦老、孙老板，你们不用插手，我能处理好。林龙，是你自己承认出千，还是我让人给你搜出来？刘坤，我就知道你会耍赖，所以我选第3种，我会先把你的人给废了，然后再把你杀了。反正你最后一局赌命，把命也输给我了。哼，上，给我杀了他！刘坤，现在轮到你了。林龙，你不能杀我！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绑架苏妍的，我现在就给他解开。林龙，刚才吓死我了，我真害怕你会因为我受到伤害。我这不没事吧？区区几个打手而已，我能搞定。刘坤，今天我们的恩怨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啊！只有你死了，我才没有那么多麻烦。林龙，这是赌场合同，这是我的1000万资产，我全都给你，别杀我！我保证，我以后滚得远远的，我再也不出现在这座城市里。这些东西是我赢来的，而且你的命是我的。林兄弟，刘坤的尸体就交给我们俩处理，你跟妍妍先回去，先安抚一下他惊吓的心情。那就麻烦秦老和孙老板了，我就带着苏妍先走了。林龙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你要是不来，我不敢想刘坤那个混蛋会对我做什么。但是我现在更加担心你了。你杀了刘坤，以刘坤大哥刘虎睚眦必报的性格，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要不还是出去躲躲避避风头吧。爷爷，你放心，就算他大哥来了，只要敢招惹我，我也会让他跟刘坤一个下场。可是你一个人怎么对抗整个黑龙商会啊？我可是有苍龙前辈的神通龙鳞甲，谁来了我也不惧。放心吧，我会没事的。放心吧，我还有一些事情去做，要不你先回家啊？爷爷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林龙，我喜欢你，我不想你有任何的危险。林龙，你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好吧？爷爷，你这……我没有任何准备啊！你喜欢我吗？
苏嫣人长得漂亮，身材又好，还会做生意，是个十分优秀的女孩子，我肯定喜欢她。妍妍，我是喜欢你，可是我现在配不上你，给我点时间，你等我赚够了钱，我一定8抬大轿来娶你。我现在需要先赚钱。好，我等着你。那我就先回家了，等你忙完了，记得来找我。好。苏妍，等着我，等我赚够了钱，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我现在该去寻找金龙珠了。我现在能感觉到金龙珠就在青龙矿区，我现在就出发，去寻找金龙珠。一群废物，你俩连一个人都看不住啊！我弟弟他到底去哪儿了？最后见他的人是谁？虎爷，二爷最后是去了黑虎赌场，听说他去找玲珑算账了。玲珑？他是什么人？虎爷，根据我们调查，这小子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没什么背景，只知道他赌术很厉害，把二爷的财产和赌场都赢走了。二人还玩起了赌命，被玲珑一拳给打死了。不过他跟秦老和苏文康有点关系。不管他认识的人是谁，杀了我弟弟就得死。去召集所有兄弟，立刻追踪他的行踪，一有消息立刻来报，我要亲手宰了他，为我弟弟报仇。是，虎爷。这金龙珠的感应是越来越强了，这里面的金色灵气很浓郁，估计半生宝物就在附近，发财的机会来了。这矿洞看起来已经废弃很久了，应该是发生过坍塌，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守护兽。我再向深处走走，寻找金龙珠。我们都找了这么久了，金属探测器都用上了，怎么还没有找到宝物啊？你是不是把地方弄错了？有人比我还先来呢，估计是来寻金龙珠的。我得尽快找到金龙珠和半生宝物，不然被他们提前找到，我岂不是亏大了？啊！你什么人？小子，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跟着我们？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没有人派我来，我只是这附近的人，进来看看有什么好东西。小兄弟，你是这附近的人，那你应该对这里很了解吧？我听传闻讲，这里虽然有宝藏，但也有吃人的凶兽啊！你来到这儿，莫非也是来寻宝的？是，这里呢宝物众多，当然凶兽也很凶猛。不过凶兽守护的宝物，那自然也是非同寻常。峰哥，我看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人，8成是来杀人越货的，咱们得小心点。闭嘴，这里哪有你说话份？兄弟，其实我们是一路人，跟你说实话，我们也是来寻宝的。你看这里面有凶兽出没，一个人单独行动很容易死在里面的。要不我们合作，你带路，寻到宝藏，我们7、3开，我们7，你3，总比丢了性命好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有这个小子带路，找到宝物就容易了。到时候凶手出来，让他吸引凶手的火力，我们拿到宝物就让他死在凶手手里。这么好的宝贝给他分3成，怎么可能？说是合作，是想我去送死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我会让你们所有人都死在凶兽手里。这里的宝物，你们还没有资格染指。行吧，不过这一路呢，会有很多凶险，你们必须要紧紧跟着我。没问题，我们都要听这位兄弟的。好，好，都听你的。哎呀，找到了！这金矿洞藏的可真够深的。你听，探测器响了，金龙珠，金龙珠一定就在这儿。原来他们是来寻找金龙珠的，这金龙珠是我的，我怎么可能会让你们得到？接下来大家都小心一些，注意安全。大家都把武器拿出来，等遇到凶兽，都给我狠狠的打，听明白没有？是，队长。兄弟，你看接下来我们怎么做？是你去把凶兽引出来，我们火力覆盖，
然后我去取宝。这样不好，你们人也多，也有武器，最适合对付凶兽了。而我呢，适合一个人进去寻宝。我跑得也快，目标也小。我拿到宝物之后，就在外面等你们。反正我们人多，也有武器，也不怕你拿着金龙珠逃跑。好，就按照兄弟说的办。金龙珠，这水潭是庚金灵液，都是绝世珍品啊！光是这庚金灵液都价值不菲，这下发达了。峰哥，能不能先麻烦你的人先进去制造一些动静啊？然后呢，我再进去寻宝。小子，你这是让我们去送死啊？送死？行啊，那你们也可以不用进去，那这宝物可就是我的了。你们现在就可以离开了。我们是来寻宝的，你让我们离开，不可能。周强，你给我闭嘴！就按照兄弟说的办，我们是来寻宝的，不是让你来捣乱的。再敢不服从命令，我现在就毙了你！峰哥，咱俩是兄弟，你居然因为一个外人，你要杀我！周强，你就听队长的，其他的不要过问了。好，那我去开两枪。这是什么凶手？这么可怕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开枪啊！这是什么？混蛋！你竟敢坑我，老子不会放过你的！是你先想要害我才这么做的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好了，你就好好对付你的金灵兽吧。小子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我的腿没了！终于看到金龙珠和庚金灵液了，现在趁着赵峰在和金灵兽纠缠，我得赶紧把这个东西取出来，不然还要和金灵兽大战一场。金龙珠进入了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更加强硬了。现在我越来越好奇苍龙前辈给的第4项能力是什么了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把这庚金灵液给取出来。庚金灵液拿到了，至于那个赵峰是死有余辜。我现在得赶紧出去，把这庚金灵液拿给秦老。林兄弟啊，看你脸上的笑容，是不是又得到什么宝物了？哎呀，果然是逃不过秦老的眼睛。我的确呢是得到了一个稀罕物，还请秦老您帮忙长长眼，看看价值多少。如果您能再帮我找到一个合适的买家呀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我看是什么宝物，快拿出来让我看看。啊，秦老您别激动，这是庚金灵液，据说这东西只有在金矿深处，这可是锻造武器的超级至宝，这可是对专攻武器的至尊法宝。林兄弟啊，你这是怎么得到的？我是在青龙矿区得到的。青龙矿区可是凶兽出没的地方，林兄弟竟然从凶兽口中抢到这至尊法宝，太厉害了！我也是侥幸得到的，而且幸好没有惊醒那凶兽，不然我也见不到您了。秦老，您能不能给我找到一个买家呀？我想尽快将此物出手啊。这庚金灵液对一般的有钱人来说没有用，但是对痴迷锻造武器的人，那是非常有价值的。正好我认识一位古武家族的家主慕容海，他痴迷于铸剑我想对他一定有用，他一定会买下来的。要不老夫给你引荐一下。好，那就麻烦秦老给引荐了。咱们现在就去见见慕容家主，走。哎，老秦，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啊？慕容家主，我这次来给你带来一个铸剑神液，这次我保证你见到它以后激动的蹦起来。铸剑法宝？真的？快拿出来让我看看。
庚金灵液，这是铸剑的绝世材料啊！老夫找了一辈子，终于看见它了。小兄弟，谢谢你了却了老夫的一辈子的心愿呢。慕容家主客气了。小兄弟，你这庚金灵液对于老夫来说至关重要，这是铸剑的顶级材料，我愿意花费1000万购买。小兄弟，意下如何？没想到这庚金灵液这么值钱啊，一小瓶就卖1000万，这下不少挣钱啊。好，1000万就1000万，就当跟慕容家主交个朋友了。小兄弟大气。谢谢慕容家主。小兄弟，我还要感谢你，以后你要是遇到什么难事，尽管来找我。慕容家族那是云城的古老家族，实力雄厚，地位超绝，能跟这样的大人物交好，还能得到慕容家族的人情，这比金钱更重要。慕容家主，我只是帮了您一个小忙，您这人情我实在是……小兄弟，你这庚金灵液可是雪中送炭啊！老夫一生痴迷铸剑，这是了却了老夫一大心愿呐。这点人情可不算什么，以后要是用得着老夫，尽管来找我。好，那就多谢慕容家主了。秦老，那你们先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对了，还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，刘坤的哥哥刘虎现在满城在找你，说是要替他弟弟报仇，你可要小心呐。刘虎，只要你肯来，我不介意让你们兄弟地下团聚。秦老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。对付刘虎，我有的是办法。刘坤我现在能杀，刘虎他要敢来，我一样把他杀了。小兄弟，你跟黑龙商会的刘虎有矛盾，要不要老夫现在就去警告刘虎？他如果敢动你，老夫不介意灭了他的黑龙商会。没事，慕容家主，我能解决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老钱，这小兄弟怎么会跟刘虎有矛盾的？这事儿啊，说来话长，是刘虎的弟弟刘坤绑架了林龙的女友，他们两个比赌，最后一局2个人赌命，刘坤输了，林龙杀了他。林兄弟为人很好，而且没有什么架子，实在是逼到没办法才把他杀了。这小兄弟人确实不错，只要刘虎敢暗中动他，我会派人去保护他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刘虎的。来人，家主有什么吩咐？去派韩江暗中保护林兄弟，如果他遇险，第一时间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，并第一时间传讯于我，我会及时赶去亲自救他。是，家主，我这就去安排。那老夫就谢过了。这是龙爪，能瞬间将敌人冻成冰块，瞬间死亡。这玩意儿竟然是龙族前辈给的第4个神通。这神通也太猛了吧！这下即便是刘虎前来，也得死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就是玲珑，你就是刘坤的大哥吧？带这么多人过来干嘛？是想替你弟弟报仇？谁敢给你的胆子杀害我弟弟的？啊！小子，你今天死定了！给我上！住手！你们现在杀不了他，他可是慕容老爷子的兄弟。你们要是敢动他，慕容老爷子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慕容家主竟然派人保护我，这老爷子做事真够仗义，够讲究。这份情谊我记下了。就算是太上老君来了，也护不住他。我说的。刘虎，好大的狗胆，竟然不把我慕容海放在眼里！看来你们黑龙商会真是活腻了。慕容家主，你怎么来了？林兄弟，你不用怕，有老夫在，没人敢动你。慕容海，这是我跟这小子的私人恩怨，跟你没关系。
再说，他就是个普通人，你确定要为了他跟我黑龙商会开战吗？刘虎，他是我兄弟，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天大的恩怨，我都要报他。慕容海，真觉得我不敢杀你吗？逼急了老子，老子连你一块做掉。慕容家主，这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事情，非常感谢你出手，但是我不想牵连到你，况且就这几个人，我也不放在眼里。您在一旁看着就行，我一个人就行。慕容海，你听见了没有？这小子要跟我决斗，生死自理。林兄弟，你真的能打过他们吗？慕容家主，您放心吧。刘虎，你们一个一个上，太浪费时间了，全部一起上吧，我赶时间。给我上，杀了他！林兄弟这是用了什么功法？竟然有这么可怕的威力！一击之力就能把人变成冰雕。这是失传已久的寒冰利刃，没想到玲珑竟然会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到底用了什么妖法？怪不得你能杀死我弟弟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呢，就只是一个普通人。现在你的兄弟们都死了，该轮到你了。本以为带来这么多大手就能杀了这小子，谁知道这小子竟然会妖法，我该怎么办？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是我弟弟啊，他咎由自取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带人找你麻烦了。这样，我把整个黑龙商会都赔给你，你饶了我，饶了我。你跟我求饶，不是因为你害怕，而是因为你知道要死了。再说了，区一个黑龙商会，我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只有你死了，我才不会有任何潜在的威胁。兄弟，大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这样，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，好不好？在你准备带人来找我的时候，结局就已经注定了。下去陪你的兄弟吧。林兄弟，你这神力简直太惊世骇俗，老夫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来没见过如此霸道的力量。看起来刚才老夫的担心是多余的。慕容家主过奖了，今天也感谢您出手相助，您这份恩情我记下了。林兄弟，今天你的事情我也没帮上什么忙，这份恩情老夫受之有愧。既然你没有事儿，那老夫就先离开了。玲珑，你没事吧？我听到刘虎说带着人要找你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不过好在刘虎他们已经被我解决了。你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能出事了，不然这样的话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放心吧，我以后一遇到事我就跑，不会再让自己冒险了。而且呢，我还要赚好多钱，我还要娶你呢。好，那我就等着你来娶我，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哦。我一定会说话算数的。我现在能感觉到火龙珠的位置了，就在云城西部的火焰山脉。接下来该去火焰山寻找火龙珠了。爷爷，我接下来要去一趟火焰山，你先回家等我，好不好？不好，我现在不想离开你，你在我身边我才有安全感。你要是不让我去，我就不让你走。好吧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这火焰山一路上会遇到很多危险，你不能跑太远，你要紧紧跟着我。好，都听你的。
林龙，这火焰山这么荒凉，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，我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？妍妍，越是有宝贝的地方，往往越是危机四伏，你一定得紧紧跟着我。对了，林龙，我们去火焰山寻找什么宝贝？如果这个宝贝不是很重要，我们一定要先保命，好不好？而且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，明天一早出发去火焰山。林龙，那边有个酒楼，要不去歇息一晚吧？好。伙计。哦，哎，你们这边有没有好一点的房间啊？哦，先生、女士，您放心，我们的酒楼里的房间都是最好的。哦，先生、女士，欢迎来到火焰山酒楼。想吃什么都可以跟伙计讲，让他提前给你们准备好。这女人长得真帅，身材不错，肯定能卖个好价格，今晚又能大赚一笔了。这个老板娘真是可恶，竟然打我女友的主意，还想将她卖掉，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黑店吗？我倒要看看你们想要怎么做。不用了，老板娘，麻烦你带路吧，饭菜我们就先不吃了。好，那跟我来吧。先生、女士，那你们早点休息，有什么需要呀，尽管吩咐我们。祝你们今晚有个不错的体验。好，那我就先离开了。林龙，你这是干嘛？妍妍，这是一家黑店，做着拐卖人口的勾当。看着你长得漂亮，想把你卖掉。啊？那我们赶紧离开吧，不然让他们得逞了，我们就走不掉了。妍妍，我们还不能离开。我们既然遇到这样的事，就不能让他们得逞，不然还会有很多人受害的。我们必须将这个黑店铲除。我们今晚上先假装睡觉，就看他们想要干什么。可是他们……妍妍，你不用担心，有我在呢，他们伤害不了你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先生、女士，你们睡了吗？没睡的话，起来把门开开，我们店有免费的茶水。先生、女士，你们两个去把那个男的先给我绑了。至于那个小美人嘛，就送到皇上那里，皇上肯定喜欢。可惜啊，你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真以为这点伎俩我看不出来吗？是谁？谁在装神弄鬼？给我出来！老板娘，看到我没被迷晕，意外吗？你怎么会没事？我明明放了好多迷香啊，而且我从来没失手过，这迷香怎么会对你没用呢？不对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对你们动手？是因为我听到了你们的计划。这个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他什么时候听到的？这个人也太可怕了！不行，得把这个男人杀了，不然计划就会功亏一篑。你们几个给我上，杀了他！现在他们都死了，轮到你了。夏莹的手机怎么是关机的？她刚才还说要送个漂亮女人过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少爷，是不是那边太忙了，夏莹姐才接不住电话？不会，她的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的，我感觉是她那边出事了。你快去酒楼那边看一下，发现事情及时告诉我。谁要是敢动我的人，就算追到天涯海角，我也绝不会放过他。是，少爷，我现在就去。你想往哪儿走啊？我求求你，别杀我！都是我的错，我是尸鬼迷心窍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放了我吧，放了我！我放过你？你开了一个酒楼，却做出如此害人的勾当，你这种人就该死！
不然就会害死更多的人。哼，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的人吗？我是京城皇少的人，这个酒楼可是皇少的产业。小子，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赶紧滚蛋，不然你要敢杀了我，皇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敢惹怒了皇少，必死无疑。京城皇少，哼，知道怕了吧？现在赶紧放了，我还可以既往不咎，否则……区一个皇少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既然他敢动我的女人，那便只有死路一条。我倒想看看，我把你杀了，皇少会把我怎么办？求求你别杀我，我不威胁你了。像你这样的恶人，死有余辜。李老，你这么做太冒险了。京城皇少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，杀了他，那就是和皇少为敌。我担心你会出事。爷爷，他们这种祸患是留不得的，要不把他除掉，会有更多人受到他的伤害。至于那个京城皇家，你放心，只要他敢来找我，我不介意让整个皇家灰飞烟灭。他们这种人的确是太可恶了，开着酒楼还做打家劫舍的事情，看到漂亮的女人就想卖掉，实在是可恶至极。你杀得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们夜晚赶路的话太危险了，还是先在这边休息一晚，明天一早再赶路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睡觉吧。玲珑，这火焰山那么大，到处都是荒芜，我们该去哪里寻找宝物啊？玲珑，这火焰山那么大，到处都是荒芜，我们该去哪里寻找宝物啊？爷爷，我感觉到了，前方那边有个山洞，里面就有我们要找的宝物。那我们赶紧去吧，这里太热了，早点找到宝物，然后离开。好，爷爷，跟紧我。如果你感到害怕，就抓紧我的衣服。我会保护好你的。好，丽楼，咱们都要小心一点，万一情况不对，咱们就跑，千万别硬扛。火龙珠找到了，还有火金矿，这趟火焰山之行真是收获满满啊！这珠子好漂亮啊，一看就是不可多得的宝物。玲珑，我们终于找到了。你站在旁边先等着我，我去取回来。好，都听你的。玲珑，救我！畜生，休得上他！玲珑，小心一点，这家伙太强大了，要不这宝物不要了，我们赶紧跑吧。不行，爷爷，你先躲到一边去。这牲畜我有办法。咱们既然已经来了，就不能功亏一篑。玲珑，这个凶兽太厉害了，我们根本打不过。听我的，咱们走好不好？终于把火麒麟给灭掉了。苍龙前辈的龙爪神通太强了，现在可以安全的把火龙珠和火金矿取出了。我很是期待五星龙珠归位后，我会不会化成龙？玲珑，你的手臂受伤了，疼不疼？没事，都是一些小伤。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不过好在我们已经把这凶兽给杀死了，我们也可以去取宝物了。玲珑，以后这么危险的地方，咱们不要来了，好不好？我刚才真以为你会被那个凶兽给吃了。你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也不活了。以后这种地方我们不会再来了。好了，我先去取宝物。
成真龙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爷爷，我变成龙了。那你怎么变回来啊？爷爷，你不要担心，我这就变回来。玲珑，我这不就回来了吗？没想到苍龙前辈没有骗我，集齐5星龙珠，我真的化成金龙了。玲珑，你做得很好，五行归位，龙脉已通，我的封印已经解除了，你的时代正式开启。望你善用此力，守护你所珍视的一切，珍重。苍龙前辈，一路走好，您的恩情与嘱托，我玲珑永世不忘。爷爷，以后我有能力保护你了，谁也欺负不了你。爷爷，这个火金矿才是我们要找的宝贝。这火金矿孕育在这火焰当中，它才是价值连城的好东西，它的品质极为精纯。这火金矿的确不错，又是天才异宝。那我们赶紧去找秦老，让他给我们介绍大佬。不，我们不去找秦老，我们去找慕容海。秦老他人脉有限。慕容海，他可是云城古武家族的，人脉确实是比秦老的多。是的，我现在就联系他。慕容家主，你现在方便接电话吗？方便。林兄弟给老夫打电话，是有什么需要老夫帮忙的事情吗？那你尽管开口，老夫帮你办。慕容家主，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我这有一块精纯的火金矿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啊？什么真品级别的火金矿？林兄弟，你赶紧带着这个火金矿来我家，我给你介绍京城的胡老，他很喜欢金矿之类的东西，绝对能给你最高价。好，感谢慕容家主。爷爷，慕容家主已经帮我们找到靠谱买家了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好，听你的。林兄弟，你们来了，快请坐。我已经联系过胡老了，他马上就到，你们先坐下来喝点茶。慕容家主，你这太客气了。这位就是你的女朋友吧？长得很漂亮，赛过西施和貂蝉啊。谢谢慕容家主的夸赞。老胡，你来了。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林兄弟，他已经到了。小兄弟，慕容都跟我说了，你手上有火金矿，不妨拿出来看看，只要是真品，老夫的出价绝对让你满意。林兄弟，胡老可是京城的首富，他平时就喜欢收集一些金矿石之类的。把你的火金矿拿出来给他看看。我这就给您拿出来看看。哇，这果然是火灵精纯的火金矿啊，而且品质还是真品。像这样精纯的火金矿，世间已经少有了。小兄弟，这块火金矿我2亿收了。这胡老出手太阔绰了，直接出价2亿，这胡老不愧是首富啊。怎么？你觉得老夫出价低？这样，再加1个亿，这个火金矿我要定了。没有胡老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还觉得您2亿给多了，您给我1个亿就行，我就全当跟您交个朋友了。这小兄弟心性不错，不贪不占，人品还不错，的确值得交好。而且我寻觅了火金矿30-40年都没有找到，却被这小兄弟找到了。我这1亿买到了火金矿，实在是太便宜了。好，就按小兄弟说的办。你这个朋友我交了，以后你要是遇到什么麻烦和问题，我胡某不才都能帮你摆平。能得到京城首富的人情，比1个亿的金钱还要重要。这个买卖稳赚不赔啊！
好，那就多谢胡老了。以后谁要敢欺负你，就给我打电话。没有人我搞不定的。哈哈哈哈！小兄弟，把拿出来吧，我给你赚钱呢。哈哈哈哈！收款1亿元。谢谢胡老。小兄弟，以后再有这样的好东西，都可以给我打电话。你也知道，我的出价一定是最高的。没问题。那您和慕容先生先聊，我们就先走了。那你慢走。没想到我们的宝物竟然能卖1个亿，你太厉害了，不愧是我私人喜欢的男人。爷爷，我现在呢也赚了不少钱了，我明天就去你家提亲。好，那明天我在家等你。好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拦我们的去路？你就是玲珑吧？我们接到追杀令，来杀掉你了。追杀令？难不成是那个京城皇少下的命令？他终于按捺不住出手了。哼，不管你派谁来，都得死。是那个京城皇少派你来的吧？这不重要。反正我们只是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小子，自不量力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去死吧！玲珑，他们手里有枪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要不跑吧？没事，爷爷，你先到一旁等着我，我很快就解决他们。那你小心一点。你们动手吧。冰寒利刃，有风！冰寒利刃，有风！这是什么妖法？太可怕了！这小子的诡异妖法连手枪都杀不了他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呀？我留你一条狗命，是想让你回去告诉皇少，再敢招惹我不介意让皇家在整个京城消失。滚！玲珑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走吧，我先送你回家。我让你们追杀那个玲珑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我们失败了，我们的人都被这个叫玲珑的给杀了，而且那小子太可怕了，他的手会变成龙爪，我们的人都变成了冰雕。他还说什么了？还说你要是再敢招惹他，他就让你在京城消失。妈的，这狗东西真是狂妄之极，竟然不把老子放在眼里。玲珑，老子活了20多年，从来没受过这种憋屈，我一定会把你挫骨扬灰。尤明二老，你们一定要杀了这个邪门的小子，我会给你们1000万。皇少安心，区会点旁门左道的小子，我们出手定然杀之。至于钱的问题，我们是有原则的，先把人杀掉，再结钱算账。由我们出手，定然能让皇少高枕无忧。那就有了二老了。事成之后，我会重谢。这次我会跟你们一起去，我要亲手将那小子杀掉。玲珑，你杀了我的女人，摧毁了我的产业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那是你的女人该死，还想着把我的女人给卖掉。她死有余辜，作恶多端，可恶之极，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。我看你来势汹汹的样子，你是来送死吧？
那我便成全你。成全我？那我都要看看你哪里来的底气。幽冥二老，杀了他。你找这2个老家伙来，是找不到人了吗？还是想着这2个老家伙能把我杀死？可笑至极！小子，竟敢嘲笑我们，真该死！让你尝尝我的玄冥掌！有点本事，可惜这点本事只有死路一条。幽老，我这就给你报仇，杀了这小子，用他的脑袋来祭奠你。幽老竟然死了，这小子竟然杀了幽老，他到底怎么做到的？你接下来最好把你最厉害的招式使出来，不然我一旦出手，你可就没命了。小子，狂妄！我让你尝尝我噬骨鞭的厉害，这一鞭下去，保证让你魂飞魄散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小子，受死吧！你这是什么邪门歪道？什么邪门歪道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可惜啊，你的尸骨鞭对我造不成任何伤害。准备下去陪你那些老家伙吧。宁老爷死了，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我来之前为什么没有了解清楚啊？2个老家伙已经死了，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兄弟，这都是误会，咱们也是不打不相识啊。你看这样行不？你的实力不错，我很欣赏，让你到我皇家做座上宾，我每年给你1000万，不，1个亿。区一个皇家座上宾，你觉得我会放在眼里吗？玲珑，你不能杀我，不然我皇家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皇家可是京城4大家族之一。好了，区一个皇家而已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废话说完了吧？该上路了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想要杀我，你得有那个能耐啊！下辈子还是不要再作恶多端了，不然还是英年早逝的命。妍妍，怎么了？玲珑，有件事我得告诉你，我妈她给我找了个男朋友，她特别喜欢这个人，你明天一定要好好表现，我不希望你输给他。我还以为啥事呢，我知道了，明天呢，我会让你妈刮目相看的，会让她见识到我的真正的实力的，放心吧。可是那个人也是高手，我有些担心你。妍妍，你忘了吗？我可是连凶兽都打得过的，更何况是个高手呢。你就放心吧，明天我会靠实力征服你妈的。这样，妍妍，你把你家地址发给我吧，明天我会准时到的。好，我明天在家等着你来。妈，你让那个郑海洋别来了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他来了会很尴尬的。哎呀，妍妍，妈给你找的这个郑海洋，人长得帅，温文儒雅，而且还是京城大家族的公子，身手也不错。你要是嫁给他，我们苏家跟着你享福啊！哎呀，你也是的，女儿都大了，有自己喜欢的人，你干嘛非要强行拆散他们呀？你给我闭嘴！女儿的终身大事，不允许有任何的敷衍。再者说了，妍妍找的那个人身份还配不上我的女儿。只要那个小伙子有上进心，讨我们的女儿就够了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现实啊？苏奎，你懂什么？妍妍的终身大事，我说了算。你们2人没有任何的发表意见。妈，玲珑，你来了。
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爸妈。啊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好，我是林龙，是妍妍的男朋友。今天来是来提亲的。林龙，你来了，快坐。哎，做什么做啊？说一下你的家庭情况，资产、实力如何，有没有武力？我父母都不在了，手里大概有1-2个亿，实力还行，够保护妍妍了。我也一定会给妍妍一个幸福的未来的。哎呦，海洋来了啊！快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来，这是我女儿妍妍。妍妍你好，我是郑海洋。我的情况阿姨都跟你说了吧？啊，你长得很漂亮，我对你很满意。只要你同意，咱们明天就可以领证结婚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喜欢你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你请回吧。小子，你有什么实力，配得上妍妍吗？我没有什么实力，不过就是妍妍喜欢我。阿姨，这怎么回事？妍妍她有喜欢的人了，你还让我过来干什么？让我过来丢人的吗？海洋啊，阿姨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在撮合你们的。你也知道，阿姨喜欢你。你做我们苏家的女婿啊，最合适不过了。玲珑是吧？你不适合我家妍妍，带着你的礼物走吧，以后都不要再来找妍妍了。老婆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觉得林龙这小伙子不错，你怎么能捧高踩低呢？再说了，林龙人家也是咱家客人嘛。你给我闭嘴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哎呀妈，他是我爸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他下不来台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个郑海洋，那就让林龙和他比试一下，谁要是赢了，我就嫁给谁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海洋的武力可是8星高手级别，打败这个玲珑很容易的。海洋，武力比试你觉得怎么样？跟我郑海洋比武力，必输无疑。我不仅是8星高手，而且我还会琥珀功，这可是我最强底牌。一旦动用这底牌，那可是死人的。小子跟我比试武力，你输定了。我同意，那咱们就到院子里边比试比试。行啊，我同意比试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能让你武力比试就不错了，你还有什么资格提条件？哎呀妈，你让玲珑先把话说完行不行？你说吧，别太过分就行。郑海洋，我这个条件很简单，谁输了就要为对方的婚礼花费1亿元，你敢吗？好，我同意。那咱们就到院子里边去武力比试一下。请。妍妍，不管你跟谁结婚，老爸都站在你这边，支持你的。老爸都站在你这边，支持你的。但是武力比试对林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？毕竟郑海洋可是8星高手，对林龙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？爸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玲珑的武力可是很强的，我已经见识到了。就算是10个郑海洋，也不是他的对手。等会你看着就知道了。真的吗，妍妍？那是当然。妍妍，说实在的，爸也不喜欢那个郑海洋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让人看着真的很不爽。走，咱们也去看看林龙到底有多厉害。玲珑，我劝你认输吧，等会儿我的拳头会很硬，我怕你接不住，怕你受伤。是吗？我的拳头也很硬的，你也接不住。我劝你也认输吧。狂妄！既然你的拳头也这么硬，那就接我一拳吧。玲珑，你跟海洋比试武力，完全就是不自量力。
小子拳头怎么这么硬？怎么可能？啊！这个玲珑竟能把郑海洋打败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他的武力在郑海洋之上？女儿，你说的对呀，这个玲珑确实是有本事啊。爸，玲珑的武力还不止如此呢，继续看。妍妍，老爸也更加期待玲珑的表现啊。这小子的武力不容小觑啊！接下来我只有动用琥珀功了，才能将玲珑打败，并踩在脚下。郑海洋，你这武功也不太行啊。玲珑，你不用得意，刚才是我大意轻敌了，接下来我会把你打趴下。琥珀功！郑海洋，你还能变成老虎呢？可惜啊，老虎也算不了什么。我臣服！这玲珑竟能化成金龙，完全就是把海洋血脉压制啊！妍妍，这就是玲珑的底牌了吧？你真是给老爸找了一个好女婿啊！玲珑，我说了，我现在就把1亿资金转给你，作为你和素颜的婚礼金。收款1亿元，那就多谢你的1亿婚礼金了。等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请你来当我的伴郎。玲珑，你太厉害了，不愧是我老公。我们明天就举办婚礼。